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哥，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。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越来越热门的话题，叫做主动式 ETF。那如果你是股市新手，又或者是对 ETF 还没有很了解的，建议先看右上方连结关于 ETF 的介绍影片，再来看这个，会更有连贯性，更容易理解。那主动式 ETF 跟传统型的 ETF 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它们的优缺点又有哪些呢？凯哥会在这支影片尽量讲解清楚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首先我们先来讲讲到底什么是主动式。主动式跟传统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基金经理人不再死守某一个指数，他们可以主动的挑选标的，调整权重来决定买进或卖出。目标它就是要超越市场指数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一个主动式 ETF 的策略锁定高成长科技股，那主动式的经理人就可以根据市场的环境，随时增减 AI 相关公司，减码景气循环股，甚至在某些时候提高现金部位来避险。这跟被动式 ETF 只是照表操课完全不一样。那可能有人会问，既然被动式 ETF 已经很便宜又很方便了，也基本上达成分散风险的功能了，为什么还需要主动式 ETF 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那是因为市场环境一直在变，有些时候指数成分股的表现未必最佳。如果经理人有能力判断趋势、调整部位，理论上他就有机会可以跑赢大盘，甚至在下跌的时候可以少跌一点。尤其是在利率快速变动、产业轮动剧烈的时候，主动策略可以更灵活地抓住机会，而不像被动 ETF 只能硬吃市场波动。所以主动式 ETF 的优点就包含了它会有专业的团队，经理人可以根据经济数据、财报、产业趋势做出调整，投资人可以更不用自己盯盘选股，来省下大量的时间。如果经理人的眼光独到，操作得当，主动型的表现有机会比被动型的更好。再来，它又不像基金一样申购赎回都没有办法及时操作，来往的时间也会更长。主动式 ETF 是直接在证券市场交易的，就跟买卖股票一样，流动性高，价格透明，交易的成本也比较低。讲完了优点，当然一样也有缺点。主动式的 ETF 它的风险当然最主要就是要看经理人，不是每一个经理人都能长期打败市场，有时候操作失误反而会输给被动指数。再来就是它的费用比较高，因为需要研究跟频繁的调整。主动式 ETF 的管理费通常比被动式的来得高，长期下来会影响报酬率。再来就是透明度可能会比较低一些，主动式 ETF 有时为了保护策略，揭露的频率可能会比较低一些，所以主动式 ETF 它比较适合觉得市场的平均报酬不够，希望可以赚得更多的人，相信专业经理人的能力，想灵活布局的人。所以在投资主动式 ETF 之前，有几件事情一定要注意。首先就是要了解它的基金的策略，有些是偏成长，有些是偏价值，有些是偏债券，风险承受度要跟基金是一样的，要跟你选择的标的是一致的。然后就是关心它的管理费，最后就是一定要观察它的绩效，经理人的过去表现，他之前操作的报酬率，又或是在下跌的时候它的抗跌保本能力。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主动式 ETF 就是一个可以在交易所买卖，但背后有经理人主动操盘的基金，目标是要超越市场，给投资人更高的潜在风险，给投资人更高的报酬，同时又保留 ETF 本身的便利性与流通性。如果你希望投资能更灵活，又想交给专业团队处，主动 ETF 确实是一个还不错的选项。可是经理人的能力、费用结构跟策略方向都是投资前一定要做功课的重点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也别忘了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哟。